公子，那王允要在府中设宴，邀請太师和吕布将軍前往。我竟然穿越到了三国游戏里，还成了太师董卓的唯一儿子。按照原本的历史，王允设下连环计，以貂蝉离间父親于吕布，吕布叛变，父親被殺，我大概率也活不过这个月了。既然上天給了我這次機會，由我來操控這具身體，便是這天命所歸。公子，告訴呂布，今晚跟我去王允府上，告訴我父親，給我老實在家待着。可太師怎會？聽不懂話，不是在跟他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他。若他不老實，我不介意提前當上董府的接盤人。原話轉達，一字不改。汉室傾毀，群雄逐鹿，是時候讓天下看看我了。太師沒來嗎？太師來不了了，今天這裡我說了算。愣着幹嘛？上酒上菜啊，接着奏樂，接着舞。此乃老臣義女貂蝉，老臣年邁，願將此女獻於呂。哎，我說呂布啊，你說貂蝉她好看嗎？你說貂蝉她好看嗎？哎，我說呂布，你說貂蝉她好看嗎？好看。那你得謝我。王司徒想說的是，將此女獻給太師，過2日再告訴你，這女子本該是你的，被太師橫刀奪愛。你把貂蝉先許呂布，再獻我父。呂布一怒，你再拿出袁紹密信事成封溫後，迎袁紹入京，殺盡董氏，連環計一石二鳥。王司徒，你是忠臣，我爹那樣確實不是啥好人，想除掉我父親沒什麼錯，但也算漏了我。血口噴人，你有何憑據？花園第3棵槐樹下石匣裡的密信，要我現在派人取來，還是你自己去？諸位大人，這頓飯我請了，接下來要談的事就不留各位了，請。呂布，我父親待你如何？太師待僕不薄，赤兔馬、都亭侯都是太師給的。那就記住今天，記住你差一點就成了殺父的叛徒，被人當刀使。哎，呂布，你說大丈夫能逾久居人下嗎？就是跟隨公子，臣絕無二言。你是忠臣，王老，您放心，這裡沒人。但出於你我的立場，要讓王老先屈尊在牢裡待着。但王老，您想要的事跡，我會親手替您實現。公子，妾身本是被王允從民間尋來的孤女，願以妾身家人性命相攜。公子救命之恩，妾身願為奴為婢，侍奉公子左右。隨便你。義父，嬋兒會想辦法。這個世界該洗洗白。你在等我？妾身說過，願侍奉公子左右，願聽公子任何吩咐。只要在公子身邊，你讓嬋兒怎樣都行。明天開始，來我書房候着。端茶倒水的事，交給你。王允那老匹夫，老子讓他當司徒，他敢設局害我！來人，把他剁了，誅他九族！殺不了。什麼殺不了？這長安城老子說了算。殺了他，殘害忠良，袁紹就有理由來搞我們了。18路諸侯正在集結，你是嫌他們不夠齊？第二件事，你的西涼軍在長安城裡幹了什麼？你心裡清楚。從明日起，再有擾民劫掠強占民宅者，斬！這道軍令我來發，不需要你簽字。我今天告訴你，不是徵詢，是通知。我董家在天下飽受罵名，是時候採取一些行動，來向天下證明一番了。
老子跟太师出生入死，这点破事儿也要？老子不过抢了几家就凑了个花楼的酒钱，这还不行了？之前老子抢了10多个女人，那都没啥事儿，怕啥？太师能真产了自己人？你刚才说太师不会砍自己，试试看。大人饶命，我们这就把钱还回去。去府窑自首，谁抢了多少，如数退还。救往不救，再犯，奉宪会亲自去你们军营。看什么？还不去领赏？谁家有冤屈去府衙登记，3天没答复，直接找我。谢赵公子。禀告太师，袁绍在酸枣集结了20万大军。都听到了，袁绍在宣枣集结了20万大军，不日便要扣关。今日叫你们来，就是议这事儿。怎么打？谁去打？都说说。外患的事儿，末将不敢妄议。但这朝堂上还有另一桩事。董昭一张告示貼遍長安城，說我西涼軍的老人說殺就殺，自己人先亂了，怎麼打仗？末將倒想問問董昭，你這個管法，讓帳下將士怎麼替你賣命？李將軍說的對，外面袁紹20萬大軍虎視眈眈，裡面還拿自己人開刀，這叫什麼？這叫還沒打仗，自己先砍自己一隻手。太師，末將說句不好聽的，沒上過戰場，整頓軍紀沒錯，用嘴巴整頓誰不會？真要打仗，靠的是真刀真槍，不是告示。弟兄們不服的不是軍法，是立軍法的人自己沒打過戰。你帶着兵跟太師打了13多年仗，這13年裡，你麾下的老兵在長安城裡搶佔民宅、劫掠店鋪、逼死百姓，這些仗算不算你身經百戰一部分？他們不服的到底是我的軍法，還是不服有人動了某些人的油水？你，老子跟太師打天下的時候，你說我沒上過戰場，對，我確實沒上過。你上過，那你當着滿朝文武的面告訴大家，袁紹20萬大軍壓境，如果給你2000人，你怎麼打？哎，別提從前。就說現在，袁紹20萬大軍壓境，給你10萬兵，你又能有什麼作戰思路？你除了在這裡罵我，有沒有拿出過一個能用的作戰方案？一個字，哪怕一個字。他們都是精銳，都不服我是吧？行，那就給老子聽清楚了，老子7天後只帶2000騎兵出關，10日之內退了袁紹20萬大軍。這怎麼可能？我若是做不到，以後軍中諸事諸將共議，我董昭一個字都不插嘴。我若是能做成，以後軍中說一不二的人是我，你們所有人見我都給我乖乖低下頭做人。瘋了，真是瘋了！軍中不戲言，我說出去的話從來不收。10日之後，你們站在城頭看，哪邊的天先紅？都看我幹嘛？你看我現在像是敢說話的樣子嗎？末將拭目以待。2000對20萬，朝堂上那幫人覺得我瘋了。他們看不明白，20萬張嘴，每天要吃掉多少糧食？酸棗渡口的糧倉是先登的死穴，但光有呂布還不夠，還需要一個能繞後燒人的人，還缺一個謀士。沒人告訴你，主子沐浴的時候，是你不該進來。我看公子日夜操勞，妾身想為公子擦擦背。你是王允派的？公子何出此言？你留在府裡無非2個項目：殺我，要麼想上我床。公子既然知道，就不怕妾身今晚動手。你所行所舉，本意也都是為了大義。如若你覺得我哪裡做的不對，隨你便。公子，府外有人求見。誰？來人自稱姓賈名許，字文和，已在府門外候了半個時辰。賈文和，我還沒派人去，他自己寫。比利時走了3日。嬋兒，備茶。是。主公，這位不妨事，他是自己人。公子不好奇，在下為何深夜來訪？你白天在招賢台下站了半個時辰沒上來，晚上又在我府門外等了半個時辰，不是求官，不是求財，是來考我。公子可知董太師在天下人心中是什麼形象？殘暴不仁，禍國殃民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對嗎？我父親是什麼人，我心裡清楚。
但我想問的是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的是满朝文武等着看笑话，袁绍帐中哄堂大笑，军中老将杨奉因为公子赌的不是袁绍，是自己的命。敢赌命的不缺，但敢在赌命之前把朝堂上的老臣全换了，把军中的烂账全翻了，把满城告示贴遍的人，我只见过一个。所以徐想問，公子之志究竟是什麼？我要讓這天下按我的規矩來。打仗一仗定乾坤，打完了該種田的種田，該讀書的讀書。天下這麼亂，就是沒人說了算。既然沒人，那我來說。賈詡，願拜主。文和，快快簽契。主公在朝堂上立的軍令狀，但我從招賢台跟到這裡，一路都在想，主公憑什麼敢賭？方才在府門外候了半個時辰，終於想通了。酸棗渡口的糧倉是袁紹20萬大軍的7寸，如果沒有猜錯，主公要的不是硬碰硬，是縱火。袁紹佔據了河道低洼地，屯糧地勢飄高，卻不設放火隔牆，只要摸得到後影，一捆火油罐就能燒掉他半個月的口糧。你比我想的還要快一步。人什麼？徐晃，此人剛來長安，無根無基，缺的是機會。給他800騎，繞後燒糧。呂布打正面，轅門一破，前營守軍必然湧出救火。這時徐晃從後營摸進去，前後夾住，打他個時間差。4000守軍，700巡邏，半個月口糧，300步從轅門到後營。呂布在前點火製造混亂的時間只夠半炷香。半炷香之內，徐晃必須把後營主屯找出來，火燒絕，撤回來。過了半炷香還沒撤，前營守軍回過神來，後路就斷了。那半炷香是呂布扛，前營的火造得越大，徐晃在後營就越從容。袁紹的守軍在他手上過一個來回，死人沒法給活人報信。貂蟬，你覺得呢？妾身不懂打仗，許會將行軍路線圖畫好，天亮之前送到主公手上。另外，那個叫徐晃的，我已經派人去聯絡了。沒記錯的話，此人也是一代名將。好啊，明天我要親自去會他。董昭在朝堂上當眾立下軍令狀，要以2000騎兵出關，10日之內退我20萬大軍。長安城中人人都在傳，說這紈絝子弟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2000人，他以為打仗是過家家。哼，呂布一個人能打1000個，剩下的19萬9也是站着看戲。這董昭8成是被他父親的西涼舊部逼急了，狗急跳牆。末將把話放在這兒，糧草大營有3000守兵，他2000人連轅門都摸不到。他要是能摸到糧倉一根草，末將提頭來見。不過董昭此人能當眾揭穿王允連環計，怕不是純粹的莽夫。糧草大營在酸島渡口，有3000守軍，淳於將軍親自坐鎮。他2000人想燒我的糧，就是送死。讓他來，我倒要看看這個麒麟兒怎麼用2000騎兵撞我3000守軍的營寨。傳令下去，全軍將士都聽着。董家那個紈絝兒子要來送死，誰第一個砍下他的人頭，賞1000金，封千戶侯。10日之後，我要用他的人頭祭旗。哈哈哈哈哈！什麼人？河東徐晃，聽說你這師最近風頭正盛，老子想試試你。找死！跑我！有人說你囂張，有人說你聰明，這斧頭不認名聲，只認人。你站在這兒，我披衣服，你躲了，孬種；不躲，我跟你。徐公明，你這一斧頭要是真劈下來，誰給你發軍饷？哈哈哈哈！有膽識，我服了。徐晃，願為主公效死。從今天起，你為我親衛統領，俸祿比照偏將軍。敢擋我路的人，才有資格替我開路。主公需要我幹什麼，儘管開口。徐晃，萬死不辭。讓你繞後，繞到袁紹糧倉後營，把主屯全部燒光。給你800人。半炷香之內完成，過了半炷香還沒撤，後路就斷了。敢不敢？為什麼是我？因為你在我的官道上劈了我一斧。
敢劈我的人，敢烧袁绍的粮。800人夠了，什麼時候？3天後，還有一個人在前面給你點火，你們不認識，但你們的馬會踏進同一個轅門。那人是誰？你老子，嘿呦你大爺的！两位，不如把火器留在3日之後吧。公子還不歇息？看完這份，婵兒新買的絲帶送給了公子，這條是舊的快要磨薄了的，貼身戴了很久，換了公子的新絲帶，這條留給婵兒戴着就是了。你今晚來是有話要說。公子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万一真輸了，怕那幫老將笑話，怕死在戰場上回不來。我從不打沒把握的仗。袁紹笑我是瘋子，但他不知道，瘋子在浴盆裡已經把火燒糧倉路線畫了3遍。3天後，你站在城頭往東看，哪邊的天先紅，哪邊就是我。妾身不看天，妾身看公子手腕上的絲帶，絲帶若是染了血，妾身就洗乾淨再繫回去；絲帶若是丟了，妾身就再繫一條新的。公子要答應妾身一件事。你說。回來之後，讓妾身替公子擦背，不是像上次那樣擦到一半被人打斷，是關上門，誰都不讓進來。妾身等這一天等了很久。妾身記住了，公子要說到做到哦。吕布带800骑從正門城點火為主，先敵為次，把前營守軍吸在轅門，徐晃趁亂帶800騎繞後營，找到主糧屯全部燒光，火起為號，同時撤，忘掉你們心裡的人數差，時間是唯一的敵人。遵命。不領命。淳於瓊放出話說我們連轅門都摸不到，袁紹在帳中笑話我，說我是瘋子。他的3000守軍現在都在睡覺，他們不認為有人敢來，因為我們只有2000人。但我要告訴你們，這天下從來不是人多說了算，是誰快誰說了算。讓他們知道什麼才他娘的叫做瘋子。跟我瘋一次，贏了，你們就是長安城裡的英雄。點上火把。今天會很有情況。出發！救火！這個時辰還沒消息，2000人對20萬人，沒消息反倒像好消息。哼，至少還能留個念想。勝負未分，幾位將軍何必這樣早下定論？這不是定論，是常識。打仗不是在朝堂上逞嘴，更不是靠一口氣喊贏的。董昭真能回來嗎？聽說對面是20萬大軍。20萬，那得多少人？可董昭說過，10日內必退袁紹。話誰都會說。若真敗了，長安怎麼辦？若袁紹乘勝追來，城中只怕要亂。公子這軍令狀立得太大。末將當日就說過，董昭太年輕，爭威風可以，可拿2000條命去爭，那就是胡來。只怕仗沒打贏，先把長安給拖下水。哼，公子不會輸。姑娘見過戰場嗎？見過屍山血海嗎？2000人扔進去，連個響都聽不見。你們還沒有到抬棺定論的時候。隕石倒是沉得住氣，主公敢去，我便敢等。東邊有騎來，是敵軍，不會是袁紹追來了吧？完了，袁紹打過來了！那隊伍裡有袁自奇，是袁紹，快關城門！完了，袁紹打過來了！我就說2000人哪能擋得住20萬？太師，末將早就說過，董昭年輕狂妄，根本不懂大戰之凶。他拿2000人的命去賭也就罷了，如今竟把長安滿城百姓都拖進去陪他送死，一時逞強，換來的是兵臨城下。這不是立威，這是禍成。
袁绍若真趁势攻城，这一败该由董昭一人担。先别乱，军师还要等什么？等袁绍兵马杀到城下，还是等那位董昭把自己的败婿送回来？再不闭城，就真晚了。请太师示下，快把城门关上啊！我一家老小都在城里，不能让他们杀进来。公子，你若不回来，我该姓谁？前头有单骑，弓箭手预备！别急，都別急。報！太師，這還有什麼可等的？連報都沒來得及報，看來前頭已經潰了。半壁城門，滾木落石都給我搬上來！弓箭手站垛口，立刻閉城，上攻上弩！太師，此戰若敗，軍中軍心必亂。董昭若還活着，也必須重責，否則如何向三軍、向百姓交代？何止他狂妄自大，若不至於把袁紹引到城下，這已不是敗軍之罪，這是誤國之罪。請太師待敵退之後，立刻拿人。就這麼急着定他的罪？一個敗軍之將回來，只會把長安也拖着一起死。不對，哪裡不對？若是援軍乘勝而來，前鋒不會這樣整；若是敗兵退逃，也不會這樣穩。軍師，這個時候還要替董昭撐臉面。戰場瞬息萬變，誰知道援軍是不是故意整陣，騙我等開門？再進30步，我還不明旗號，那就放箭。太師，再等等。等什麼？等援軍踏着屍體進城嗎？姑娘若再亂軍令，便是同罪。是袁自己，假的！那是袁军故意丟出來亂我軍心。放箭！下！住手！是公子，那是公子！這不可能！都還愣着幹嘛？給老子開門！迎董昭將軍開選！主公，主公，糧倉全燒光了！3000守軍，你淳於兄親自坐鎮，他董昭2000人，你不是說他摸不到糧筐一根草嗎？末將該死，那董昭根本不按兵法來，呂布從正門點火，末將帶人救火之際，後營又有人繞進來，兩頭起火，守軍大亂。主公息怒，糧草被焚，20萬大軍不可一日無事。眼下最要緊的是退回鄴城，糧道一斷，軍心必潰。倘若董昭趁勢追襲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這個紈絝子，本將記住了。傳令，全軍拔營，撤！馮吉，替我修書一封，送到許都，給曹操。主公的意思是，董卓在西涼軍中根基已動，董昭這小子又鋒芒畢露，這父子倆若能內鬥最好，若不能，就找個人幫我除掉他們。董昭不報此仇，我袁紹誓不為人。怎麼，剛才不是一個個都喊得挺響嗎？現在老子站這兒，你們倒是再喊一個我聽聽。俘虜，那是俘虜！贏了，董昭贏了！一決，郭汜反丑，我還沒死。父親，不開門！開城門，迎我兒回宮！這長安還是這麼熱鬧啊！
都急什麼？城东上的几位，老子一句一句说给你们听。公子，答应我的事，我可还记得。袁绍那20万元被我一把火烧跑了，我出城前说10日，结果他连10日都撑不到。董昭为我，董昭为我！都把眼睛睁大了，看清楚，这不是老子的旗，这是袁绍的旗，被我狠狠踩在脚下。说说这一仗你怎么打的？简单，我让吕布冲前营，徐晃烧后仓，半炷香点了他半边天，凉一枚，他那20万人就只剩2条路，要么饿死，要么滚。好一个半炷香！主公神威，主公神威！董昭虽胜，可袁绍未灭，未必不会卷土重来。你怕什么？袁绍敢来一次，我就烧他一次；他敢来2次，我就打到邺城去，把他祖宅一并烧。此戰雖勝，可傷亡。你想問死了多少人？10人僅僅擦傷，1人未死。我出城前說過，我若做不到，以後軍中我不插嘴；我若做到了，見我都給我把頭低下。以後我站着的時候，你們最好連氣都別喘得太大聲。10日退20萬，主公這一把火燒的不只是糧倉，整個長安，今日之後都將沸騰起來。主公，那董昭只是個後生晚輩，若因一敗便求援於曹操，豈不讓天下人笑話？笑！20萬大軍連人家2000人的面都沒見到，就被燒了糧倉，這才叫笑話。曹操與我有救，他想要什麼，我心裡清楚。主公的意思是要與曹操聯手？聯手不，是借刀。董昭這把刀太利，當年在長安，他當眾把王允的連環計揭得一乾二淨，王允被關在牢裡，滿朝公卿噤若寒蟬。這樣的若不在他羽翼豐滿之前除掉，必然後患無窮。曹操比我更急，許都離長安可不遠。主公是說讓曹操去動董昭，告訴他，我袁紹願與他聯手，他出謀，我出兵，事成之後，長安歸他。本初被一個毛頭小子燒了糧，這就沉不住氣了。主公的意思是不接？為什麼不接？袁紹退不退兵，與我何干？但董昭，我倒想會會他。董卓我不怕，一個莽夫，但他這個兒子不莽。主公是想趁他尚未完全掌握西涼兵權，先下手為強。不錯，但硬碰硬不行。他在朝堂上剛立的威，西涼軍現在認他，得從董家內部破。主公可還記得，王允雖在獄中，卻有一枚棋子，至今無人動過。貂蟬，此女在董昭身邊，若能讓他重新為主公所用，董家內亂指日可及。再有，您之前備下的那把七星寶刀，本意欲獻刀指名以刺董卓，但是因事推延了許久，如今看來可以再議此事。七星刀、貂蟬、連環計，王允這一套沒用到董卓身上，倒用得到他兒子身上。告訴袁紹，計已定，但事成之後，長安歸吾。先隨我去探探董昭這小子的深淺。公子，這西市的酒可比太師府的差遠了。太師府的酒太烈，這兒的酒淡，無事。公子又不好好坐着，讓外人看見，還以為太師府的大公子是個沒正形的。正形？正形是用來嚇唬人的。況且我如今大勝而過，長安城內誰的風頭能有我的半分？狂一點，誰又敢直言一句？躲？你躲什麼？來，你抹看本公子看看，
这就是那个破了王允连环计，烧了袁绍20万大军的董昭，了袁绍20万大军的是走了大运，朝堂上怕不是走了大运。一个在酒肆里跟女人打闹的纨绔，王允败在他手里，是王允无能；袁绍败在他手里，是袁绍更无能。公子，那人好怪，他盯着咱们，盯了一炷香。他不是怪人，他是枭雄曹操。公子方才是演的。曹操生性多疑，我要给他演一出�顽固子弟沉迷美色的戏，才好让他放下戒备。来者何人？故人。曹操，你这是……王司徒受苦了，可惜棋差一招，漏算了一个董昭。你是来嘲笑老夫的？不，我是来请王司徒完成未尽之事。奇情宝刀还在，貂蝉还在董昭身邊，我只需要王司徒再做一件事。司徒，你要下令讓貂蝉重新動起來。我已談過董昭此人貪戀美色，最適合讓貂蝉動手。董昭一死，西涼兵必亂，等那時我再和袁紹帶兵攻入長安，驅走西涼兵，如此還是可行。不必下令了，她本就是我的義女，只需一紙書信，她知道該怎麼做。好，事成之後，長安城裡的董事一個不留。王司徒，你是忠臣。若蒼天有眼，讓我為漢室再出最後一份力，死而無憾。婵兒、董卓、董昭乃國賊，請速除之。你叫什麼名字？我沒有名字。跟我走，從今往後，你喚貂蟬。公子，為什麼你永遠都不防着婵兒？因為不需要。你做事的初衷是好的，而且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。你若真想殺我，隨你便。公子，茶涼了，我為您換一杯。只是涼了而已，卻不是婵兒跟我下了毒，對吧？公子，西涼舊部對您全權接掌兵權一事頗有微詞。老兄弟們跟着太師出生入死幾十年，如今被一個晚輩革職。說下去，沒什麼好說的，就是想問問公子，您打過幾場仗，殺過幾個人，憑什麼執掌兵權？你問憑什麼？憑袁紹20萬大軍退兵那天，你們還在西涼喝酒？怎麼前幾日在城牆之上被打臉的都忘了是誰了？前幾日給老子承諾的，都是在放屁不成？哼！哈哈哈哈哈！說得好，老子這個兒子比你們這幫老東西加起來都能打，滾回去帶你們的兵，誰再敢唧唧歪歪，老子劈了他！幾位還有別的事沒？沒有的話，我要趁着天氣好，出去曬曬太陽，打獵了，不留各位了。董昭明天要去北山打獵，你怎麼知道？哼，獵場上親耳聽見的。他和呂布約定明日去北山獵熊，府裡的人也在傳，太師府明日只剩西涼舊部的守衛，內堂無人。你要我如何做？不是只殺董卓那麼簡單。董卓若死在府中，西涼軍第一時間一定封城；董昭若還活着，也一定會立刻接掌兵權。想讓長安亂起來，就得在董卓死的那一刻，讓所有人都先懷疑呂布，嫁禍呂布。對，只要他們自己先搖起來，長安就再無人能穩住局面。說下去，明日第一步，你派人設法拖住呂布，不能讓他真的跟董昭去北山，也不能讓他回太師府。你可用貂蟬就是引他，也可借太師名義召他到你這舊宅來。只需拖住他半個時辰就夠了。第二步，你府中的舊門客裡挑2個身形與呂布親兵相近的，今夜便換上溫侯府舊家，明日清早故意在西街和太師府外露一面，讓幾撥人都看見，要讓長安城裡先有一句話傳開：溫侯的人今日沒出城，讓人先把疑心種下。不錯。第三步，
這是我照着文侯令牌樣式仿的半成品。明早你让工匠把最后一道纹补上，再做旧一点。等我得手之后，这枚令牌再加上一封仿吕布口气写的调兵断闸，会一起留在内堂。只靠这个够吗？当然不够，所以还有第4步。董卓一死，你抢在西凉军没反应过来之前，把吕布嗜赌的话传进宫里，传进市井，又担心董昭夺权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连董昭也一并害了。连董昭也算进去。当然，只有让所有人都以为董昭也死了，西凉军内部才会彻底没了主心骨。到时候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继这些人，谁都不会先想着替董卓报仇，他们只会先争兵争地，争谁說了算。好一個借刀殺人，借亂破局。第5步，也是最要緊的一步，待西涼軍自亂，司徒你便以漢臣名義站出來，號召百官，請天子臨朝，宣告董卓已死，董氏伏誅。到那時，我會以秦王誅亂之名，立刻接掌城中局面，令其帶兵逼近長安，外壓西涼殘部。如此一來，漢室可興，亂局可定。你嘴上說的是漢室，可你心裡想的不只是漢室吧？董卓一死，呂布被迫西涼自亂，董昭若也一併折進去，長安便再無能壓住局勢的人。到那時，挾天子定朝綱，收人心，便各憑本事了。董昭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就別死在這一局裡。曹操在獵場偷聽了公子的話，他以為公子明日去北山，實則我就在府裡，他會從哪裡進來？西牆外是小巷，便於藏身。從這裡進，穿過回廊入內堂，路徑最短，也很難被巡夜發現。內堂裡調走所有西涼守軍，換成趙武營的人，藏在屏風後和房梁上。記住，不是要他進不了府，是要他進得去。那我現在就去吧。曹操那老狗剁了。剁他容易，可那樣曹操就只是個刺客，不是個梟雄了。我既然要收他這顆心，就得讓他明白，他最得意的局，在我眼裡從頭到尾都只是明牌。只是有一點不解，既然公子知道其計劃，為什麼不等曹操進來就將其給殺了呢？曹操一代梟雄，這種人殺人也要先誅心。公子，府裡就留那些人夠嗎？暗線可是打探到曹操要借獻刀之名。曹操在等我出城，我不出城，他不敢進府。他要獻刀，就讓他獻。萬一他真的動手，就是讓他動手。他不動手，我就白布置了。呂布，明日再去獵一場，聽說北山有熊。好，末將明日隨公子去北山。客官，給您送熱水。客官，這匣子真好看，您是從東邊來的吧？這幾天長安城裡盤查得緊。細細和我說來。小的聽掌櫃的說，太師府的大公子昨天在城外獵場，帶了很多人馬。客官您要是出門，小心着點，街上都是兵。太師府的事你知道多少？客官，小的只是聽掌櫃說的，是他。不對，你從進門就盯着我的匣子，你問我是哪裡人？你告訴我市面上到處是兵，你是想讓誰注意我？不是，小的只是閒聊，小的什麼都不知道。什麼都不知道的人不會說這麼多話。寧叫我負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負我。曹操特來獻刀於太師。進前來。
董昭，北山猎場，我親耳聽到你和呂布約定，你怎麼可能在這裡？拿下曹賊！好快的反應！徐晃也在你手裡？不止徐晃，你從客栈出門到翻墙入府，一共換了3次衣服，繞了2條巷子，停在西市买了一把普通短刀。你以為你在藏？我只是懶得拆穿。店小二也是你的人？不是，但長安城裡哪裡不是我？既然全在你算中，为何還讓我進內堂？因為我要讓你親眼看見，你曹操今日不是輸給董卓，也不是輸給呂布，你輸給的是我董昭。公子，跟他廢話作甚？這等刺客，末將一擊便可取他首級。我說退下！天下蠢人多，聰明人少，曹操這種殺了可惜。公子，是否卸他雙臂？不用。曹操，你輸得不冤。你想殺董卓，嫁禍呂布，亂長安，引諸侯入局，算盤打得不錯。可惜，你今天遇見的是我。董昭，你到底想做什麼？封內堂，沒有我的命令，誰也不准進，誰也不准殺。你早就知道我要來，不然呢？你真當我獵場上那幾句話是說給風聽的？那你為何不直接殺我？因為你值錢，死人再有名，也不過是一具屍首。活着的曹操才配讓我親自擋在這兒。公子，跟這弒廢什麼話？砍了便是。不急，曹操費這麼大勁翻牆進來，若只是為了刺我父親一刀，那也太小看他了。說吧，你殺完董卓之後，準備把這筆賬扣在誰頭上？呂布，對吧？曹賊！你算得不錯，呂布明面上跟我去北山，然後找人暗中那邊再放出幾句風聲，說呂布冤已久，只要我父親一死，你再留下一件和呂布有關的東西，西涼軍必亂，朝臣必驚，滿城都會覺得是呂布弑主。你既已猜到，何必再問？因為我不只是猜到，我還拿到了你準備留下的東西。西城一處廢宅裡搜出來的，還有2封換寫呂布子記的書信。好一個借刀殺人！國賊死，猛將亂。袁紹和你趁勢進長安，天子落誰手，就看誰跑。亂世之中本就如此，所以我說你想殺董卓，我能理解；你想順手把呂布也埋進去，我就更明白了。你比袁紹強，袁紹只會擺排場，你是真敢把命押上。拿下，押去偏廳。沒有我的話，誰都不許動他。人呢？刺客在哪兒？曹操，你竟敢進我府上行刺！國賊人人得而誅之。父親，慢！這還慢個屁！留着他過年！我說，不許動他！任何人動他，就是和我董昭過不去。任何人！喝一口。要殺便殺，何必裝出一副礼賢下士的樣子？我若只圖個禮賢下士，外頭排隊的人多的是，不至於專門來見一個想殺我的人。那你圖什麼？圖你腦子清醒，也圖你膽子夠大。曹操，你我都清楚，董卓若今日死在內堂，得利的不是漢室，是李傕、郭汜，是袁紹，是所有盯着長安想分肉的人。天子第一個活不成，長安第2個活不成。所以你要我看着董卓繼續把持朝綱？我要你分清楚，眼下該先殺誰後殺誰。董卓是禍，可我留着他還有用。現在西涼軍實權在我手上，借着他的名號，我才壓得住西涼舊部。真把他一刀砍了，下一個跳出來吃人的，就是一群沒腦子想取代我的惡狼。他們可不會講規矩。我給你2條路，第一條，我把你交出去，明日午時斬於東市，你死得其所。天下人都說曹操是個敢刺國賊的義士。第2條，放我走。不急着走。第2條，是你活着出長安，替我去做一件比刺董卓更大的事。你憑什麼覺得我會替你做事？不是替我，是替天下。袁紹心高氣傲，劉表自守荊州，孫建新在江東，公孫瓒指定幽州。真要收拾這個爛攤子，靠他們不行。
你曹操行，你倒看得起我。按照《三国演义》，诸葛亮妻秦孟德，像曹孟德这种人只有……哎，不对，妻秦的好像是孟获。我靠，好像玩砸了我了个豆哎！哥们正装着呢，总不能言而无信吧？算了，将错就错吧。那个，因为我见过你杀人时那一下，你这种人不会甘心只做別人手裡的刀。你想讓我做什麼？出去招兵、練兵、占地盤，但1年之內不許跟袁紹合兵攻長安。你這是放虎歸山！你要是虎，我就敢看你回山，而且我要的是三國鼎立。外面可有消息？只聽說太師府內堂近日有刺客闖入，鬧得不小。曹操，但願你這次莫再失手。嬋兒，義父，董昭，他真的是一心為了天下。嬋兒，你怎麼能？義父，公子說了，今日便會放您回鄉，並備了千畝良田，您想回來隨時都可以。只是嬋兒不能跟您一起了。貂蟬，你在說什麼？嬋兒，只是如今已經心有所屬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恕義父成全。罷了，只願董昭那小夥不要步了他爹的後塵吧。真放我走？我說話算話，天子手詔，你出城之後可持此詔在東郡招兵，名義是秦王，不是討東。你連詔書都備好了？曹操，我既然要拉你，就不會只靠一張嘴。你就不怕我轉頭就拿這道詔，連袁紹反你？哈，但我更怕天下沒人能替我去東邊攪局。記住，董卓你可以恨，董昭你可以放，但天子，你若真想做事，別跟一群庸人混在一起。今日之恩，我未必領。哼，我沒讓你，我只是把你這條命先記在我賬上。董昭，你到底是個什麼人？竟然如此牛逼！若此人不死，天下必有他一席。可若此人能定天下，董昭，你放我出長安不是心軟，是要把我丟進天下這口鍋裡，讓我替你添火。主公，前面就是東歸官道。長安追兵若現在追來，咱們未必走得脫。他若想殺我，今日內堂便殺了。追兵不會來，來的只會是盯梢的人。看董昭的人，那要不要除掉？除什麼？讓他看！我要讓董昭知道，曹操不是被他嚇跑的，是自己走出去的。主公，董家父子把持朝廷，您怎麼還能拿他的詔書募兵？這不是董昭的詔，是天子的明。哼！亂世裡，名分比刀更快。主公此行長安，究竟見到了什麼？見到一個瘋子，也見到一個比袁紹清醒，比董卓危險，比許多人都更知道天下會往哪兒走的人。董昭放主公，是想借主公致援。我知道。那咱們豈不是被他當刀？刀若握在別人手裡才叫刀，若握在自己手裡便叫兵權。傳令東郡募兵，凡願勤王者登記名冊，發糧發甲。我要讓兗州知道曹操回來了。袁紹那邊恐怕很快會來信。哦，主公，鄴城袁紹遣使到，來得正好。董昭剛給我點了火，袁紹就急着往裡澆油了。哼！主公今日言辭強硬，袁紹或許會記恨。他早就記恨。袁紹最恨的不是敵人，是不肯低頭的人。那董昭呢？他不是要我低頭，他要我站起來替他擋風。主公會擋嗎？擋，但風向由我自己選。我家主公有言，董氏亂政，天下共憤。先生若肯與河北合兵，事成之後，長安由先生先入。好大的口氣！你家袁紹被董昭2000騎燒得退回鄴城，倒有臉來分長安。將軍慎言。回去告訴袁紹，曹某忠於漢室，不受任何諸侯驅使。先生這是拒絕？不是拒絕，是讓他聽懂。我曹操可以討董，可以討袁，也可以討天下所有不臣之人。誰敢把我當下屬，誰就先掂量自己的腦袋。主公以天子手詔募兵，名正言順，
可袁绍必會說您受董事指使。他說他的，我做我的。世上蠢人聽名聲，聰明人看粮草。粮草不足3月，3月夠了。3月之內收編青州散兵，穩住兖州门戶。袁绍若南下，就讓他先撞見我這堵牆。那董昭呢？他在西邊整長安，我在中原立根。此人狂得像刀，偏偏刀鋒有準头。他想三方鼎立，我偏要看看最後是誰立在上面。主公，有探子，放他走。又放，让袁绍知道，曹操没有跪董昭，也没有跪他袁绍。這天下誰都別想讓曹操跪。大人，曹操真敢如此回主公？他拿了天子手诏，膽子自然大了。可他忘了，詔書在亂世裡能招兵，也能招禍。那董昭呢？董昭放曹操是要養一頭虎。袁紹若不早做準備，將來咬人的恐怕不止一頭。曹操說：“誰都別想讓他跪。”是。一個阉官之後，一個董賊逆子，倒都學會在本將面前擺架子了。主公，曹操既不願立刻合兵，便先放一放。眼下河北4州人心未定，當先整合兵馬糧道。董昭胜在奇襲，未必能久戰。只要主公將河北豪族軍屯糧倉握在手裡，他燒1次糧，燒不了10次。傳令，冀、青、幽並各郡，按戶徵糧，按丁徵兵。凡遲疑者，以通董論。公孫瓒那邊暫時安撫，告訴他，董昭挾天子，曹操借詔書，若幽州再亂，天下便無他立足之地。先讓他與我同生，日後再算舊賬。長安一敗，是本將輕敵，可天下不會因為一把火就改姓董。主公萬勝！主公萬勝！我要讓董昭知道，燒了我一座糧倉，換不來他一條活路。我要讓曹操知道，拿了詔書，不代表他就是朝廷。主公，幽州來報，涿郡有3等義士聲名漸起，一人姓劉，自稱中山靖王之後，身邊有關張二將。劉備，此人眼下依附公孫瓒，不足為懼。哼，主公怒氣太盛，怒氣若能變成兵糧，便是好事；若只變成面子，便是禍事。董昭以2000騎立威，曹操以詔書起兵，劉備又在幽州冒頭，局勢比預想快，所以更不能讓劉備長起來。一個小人物若有了名聲，最容易被百姓當成希望。這袋糧是他們一家3口活命的東西。你算什麼東西？也趕我們張家的事兒？他不算東西，俺算。俺看你們這幫狗腿子欠揍！亂世已苦，何必再欺弱者？你是什麼人？路過的人。多謝3位恩公。不是恩，是人該做的事。你這人說話軟，骨頭倒硬。敢問兄台姓名？劉備、關羽、張飛。俺家就在城外，有酒有肉。今日看你2人順眼，走，喝個痛快。若只就一袋糧，明日還有人挨餓，那就把搶糧的人全打服。打服一村，打不服天下。所以要有兵，要有名，要有人肯信。你想幹大事兒？我想让百姓不必見了兵就躲，不必見了官就跪。好，這話俺愛聽。明日桃園，咱們結義。若志同，可同生死。有人在聽，俺去把他揪回来。不必，讓他把話帶出去。亂世裡總要有人知道，我們還沒有低頭。3人說了什麼？劉備想救百姓，張飛好勇，關羽沉穩。他們明日要在桃園結義，可有投靠誰？暫時沒有。沒有最好。亂世裡，乾淨的人最容易被拉下水。刘備，你真要和他們結義？袁紹、公孫瓒都在征幽州，別把禍引來。亂世不是躲出來的，今日不結義，明日災禍一樣會來。可你們只有3個人，3個人怎麼了？俺一嗓子能嚇跑30個。張飛，莫下鄉情。來得倒快，
袁绍的人。香案摆的不错，就是少了个人，少了我。你谁呀？敢在俺桃园撒野？你还不配问我名字。俺今天非把你这张嘴捅个窟窿。阁下远来，总该報個名。刘備、關羽、張飛，一個想救百姓，一個重義，一個暴脾氣但不壞，不錯，老子沒白跑一趟。閣下認識我們？我不只認識你們，我還知道你們今日結義。裝神弄鬼！我從長安來，叫董昭。董卓之子，董賊的兒子也敢來俺面前？敢罵我爹的人不少，敢拿矛指我的人，你是第一個，還站着。這董昭和傳聞裡不一樣，不一樣也是董家人。劉備若和他沾上，往後還說得清嗎？亂世裡說得清的人，往往活不久，只看他來這裡是為害人，還是為救人。董公子既從長安來，是為殺我們，還是為收我們？殺你們太浪費，收你們太小看你們。那你來幹什麼？來認兄弟。你放屁！張飛，你若只會罵人，就是個賣肉的豪強。你若敢跟我把天捅個窟窿，才配叫猛將。不錯，呂布，別壓死他，以後還用得着。誰給你用？你不為我用，便為天下用。可天下現在沒有手握刀，而我敢握。董公子備不願做權貴門客。我最煩門客，見我就彎腰開口救主公，沒意思。那公子為何非要今日來？因為袁紹已經盯上你們，公孫瓚會用你們，袁紹會防你們。你們若只是三條好漢，早晚被人拆開嚼碎。所以你想給我們靠山？錯，老子給你們舞台。代價？別裝糊塗，我要你們替我牽住北線，牽住袁紹，讓他不敢一口吞下長安。說到底還是利用。對，亂世裡不被利用的人只有死人和廢物。我利用你們，你們也利用我，區別是我說的明白。大哥，此人雖狂，卻不虛。哼，還沒拜呢就叫大哥。關羽，你比張飛會說話，別動。等會兒我若真當了你大哥，你還得給我倒酒。主公真要認這黑臉做兄弟，脾氣比我還衝。張飛雖莽，卻重義。劉備能央住他，關羽能穩住他，這三人不是散沙。你倒看得明白，主公千里北上，不會為三個尋常人。劉備不能和董家人結義啊！董卓禍亂朝綱，他兒子再好也姓董。若袁紹知道，咱卓軍要遭殃的。董公子聽見了，你的姓是天下人心裡的刀。聽見了，所以我才來。你不怕被罵？罵名算什麼？長安百姓被西涼兵搶的時候，那些清流名士罵的最大聲。救人了嗎？可我能讓搶民糧的兵低頭，誰不服？站出來和我比！跟了一路，手還這麼穩。跟着公子，手若不穩，怕是早被嚇丟了。劉備，你要仁義，我給你兵祿；關羽，你重忠義，我給你名分；張飛，你想痛快打惡人，我給你惡人名單。說的跟天下都在你手裡似的。現在不在，遲早在。公子如此自信，不怕我們日後不聽你號令？我若只想要聽話的，長安滿地都是。我要的是能和我一起把天下掰正的。若結義，是為匡扶漢室，安定百姓，不為私利。可以。日後公子行暴虐之事，關某不會因兄弟之名沉默。你敢沉默，我先抽你。這話俺愛聽。你呢？俺最討厭董賊，但俺也討厭袁紹那種拿百姓當糧袋的人。你若真敢治兵護民，俺就認你；你若裝，俺第一個罵你。罵可以，別輸。老子麾下的人丟命可以，丟臉不行。我等四人在此結為異姓兄弟。慢着，還未得說清楚。按年紀，按本事。老子大哥，劉備二弟，關羽三弟，張飛四弟，有意見？俺有。憋着。既如此，便依大哥。這就依了。此地接香。夏日言辭狂悖，其實一直不在逼我們表態。劉備，你比張飛聰明多了。大哥不怕我們口頭結義，心中不服？不服才好。只會點頭的人遇大事會跪。你們若真有骨頭，遲早會明白我今日為何來。我明白不了呢。那就是我看錯人，我認。
我等4人在此結為異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福罕事，安百姓平亂世。若负此事，天地共棄。大哥，声音小了，没吃饭。大哥，大哥此来幽州，必不只是为结义。当然，袁绍正在整合河北，下一步必碰幽州。公孙瓒好勇，能打硬仗，但容易被人激。刘备，你留在他身边，牵制袁绍。对，别让袁绍舒舒服服。若公孙瓒与袁绍先河后斗，二哥處境會很難。所以你們3個人要在難處裡長出來。長安養不出真龍，北地封殺可以。那大哥呢？我回長安挾天子。大哥慎言。我尊天子，但要把天子放在我能護得住的地方。那些滿嘴忠義的人，真讓袁紹、李傕、郭汜伸手，哪個護得住？若大哥真能護天子，北願守北縣。不是願，是必須。不是讓你調我西涼軍，是遇到必死局之時，拿出來，長安暗線會救你一次。一次？天下沒有白拿的命，一次夠你想明白怎麼活。大哥，你這人說話真難聽，但有用。大哥，若袁紹以我等與董氏結義為由，污我二哥名聲，那就讓他污。名聲髒了，用杖攻洗；路窄了，用刀劈開。老子一身罵名，不照樣站在他們頭頂？主公，長安急信，李傕、郭汜散布流言，說您私結幽州豪傑，欲被西涼軍另立門戶。讓他們等着，老子回去教他們什麼叫另立門戶。二哥，咱真認了個董家人做大哥？我們認的不是他的姓，是他今日說出的路。他狂卻不亂，他罵民眾卻敢擔事，俺還是覺得他欠揍。那你更要活得久些，日後若他走錯，你才有機會揍他。聽說你在涿州救流民，得了些名聲，亂世之中能救一個是一個。好話誰都會說，袁紹兵強，幽州遲早要打，你願不願入我帳下？二哥，他這是要用咱們，亂世無人不用人。備願隨公孫瓒兄守幽州，但有一事，說若戰事起，備願領兵先護百姓後撤，再談勝負。打仗還先管百姓，婦人之仁。你再笑一個試試。有意思，劉備，我給你500兵，若你能在袁紹前鋒來前護住涿州糧道，我便認你有用。劉備領命。主公，袁軍前鋒越界，正往撅州方向去。來得好。他們不是來打，是來試百姓的。讓開！此糧歸河北軍徵用。這是民糧，不是軍糧。亂世之中，兵先吃，民後活。說反了，民若不活，兵吃誰的糧？哼！3個無名之輩也敢攔袁紹軍令？無名，記住了，俺叫張飛。不戀戰，護糧走。二哥，他們還有後手。大哥說，一次救命不可輕用，今日靠我們自己。劉備，若沒有你們，孩子今晚就沒飯吃了。別跪，以後見兵也別先跪。兵若護民，民敬他；兵若害民，民該恨他。二哥，你這話要讓大哥聽見，肯定又要裝。也許他會說，這才像我兄弟。公子總算回來了，末將還以為公子在幽州認了新兄弟，忘了長安舊長。聽說那劉備自稱漢室宗親，公子與他結義，是要把咱們西涼弟兄往哪兒擺？莫不是嫌西涼軍名聲不好，想換門庭？都閉嘴！父親，讓他們說，狗憋久了，總要叫2聲。公子慎言。酸棗糧倉是誰燒的？袁紹20萬是誰退的？長安軍紀是誰立的？你們這群人除了在背後嚼舌頭，還幹過什麼能讓天下記住的事？公子私結劉備，難免讓軍中疑心。疑心？軍中若連我去北邊找一顆釘子釘住袁紹都看不懂，這軍也該換腦子了。主公此行是為幽州布線，袁紹若吞幽州，長安再強也要腹背受敵。劉備留幽州，曹操立東郡，我做長安。袁紹想南下，先問北邊劉備答不答應，再問中原曹操讓不讓路，最後才輪到我抽他。誰在說主公背西涼，不先取他舌頭？不用，留着他們舌頭，我還要聽他們以後怎麼拍我馬屁。公子，您北上這些日子，府裡傳了不少信。閒話也是風，風大才知道哪扇門沒關緊。那李傕、郭汜，先不動，讓他們覺得自己還有機會，才會把背後的人露出來。公子這是把府裡也當戰場。
我站着的地方就是战场。那我便替公子看着身后。昭儿，你方才说挟天子，是。父亲从今日起少进宫，少下天子。朝议恢复百官照旧上朝，诏令从天子名义出。那老子手里的权呢？权在刀里，不在下小皇帝的嗓门里。您做的越凶，天下越有理由打你。我们把天子捧起来，谁打长安，谁就是打天子。乃以名压名。对，袁绍有门第，曹操有诏书，刘备有宗亲名。我们不能只是骂。好，老子听你的。若天子不听呢？那我就让他知道，听我的是他活得最稳的一条。陛下召见董昭。正好，让陛下也见见什么叫忠臣里的恶人。贾诩，昭儿现在连老子都敢安排了，太师不喜。公子若能穩住长安，太师便是天下最穩的太师。穩？老子这輩子就沒穩過，如今倒要靠兒子教我怎麼坐穩。董昭覲見。臣董昭見過陛下。他竟敢不跪！董昭，你今日來是替太師所封，還是替朕定規矩？都不是，臣來替陛下保命。放肆！閉嘴！你若真忠，袁紹20萬大軍壓境時，怎麼沒見你提刀上城？朕乃天子，何須你保命？陛下當然是天子，正因如此，盯着陛下的人最多。袁紹想借陛下名號，曹操想借，劉表想借，天下諸侯都想借，臣不同。臣不借。那你想做什麼？臣把陛下放在長安，放在臣刀能護到的地方。陛下發詔，臣執行。有人不服，臣殺人。從今日起，恢復朝儀，恢復百官奏事，恢復天子詔令，糧稅軍令任命接過御前。你這不還是挾天子？哼，陛下錯了，臣挾的不是天子，臣挾的是天下諸侯的脖子。陛下會怕主公？怕比恨好，怕會守規矩，恨會找機會。那百官呢？給他們臉，讓他們上朝；給他們刀，讓他們知道臉是誰給的。主公這忠臣當得很像反賊。這世道，溫吞忠臣死得最快。我要讓他們活，就得先讓他們怕。報，主公，西市有救西涼兵鼓動鬧事，說恢復朝儀是削西涼權。走，剛立的規矩，正好拿人祭旗。陛下。董昭言辭雖狂，可今日百官無人敢亂。他不是忠臣，但也不是董卓那樣的亂臣。他像一把刀握在朕手邊，又不肯讓朕握住。這樣的刀最難用，也最難放。咱們跟太師打天下，憑什麼讓那些文官重新騎到咱們頭上？董昭被朝臣迷了眼，要削咱們兵權。誰說我要削你們兵權？公子恢復朝儀，難道不是讓文官壓武將？文官該坐堂，武將該守城，百姓該活命。誰把自己的位置當成搶人的理由，誰就該滾。弟兄們不服，不服！不服可以，軍中比武，戰場立功，朝堂獻策，哪條路都能爭。可你們偏偏來街上嚇百姓，咱們只是討個說法。說法來了，鬧事者奪甲革響，發去城防最苦的北門頭目杖30，若再犯，斬。不敢殺我們，西涼舊部不會答應。我連袁紹20萬都敢燒，你算哪根柴？給我記住，老子能帶你們搶天下，但誰敢搶百姓，我先搶他的命。東郡密報，曹操已收青州散兵，荀彧、程硯皆至，夏侯惇、夏侯淵也開始整軍，幹得不錯。主公真放心他壯大？不放心。既不放心，為何放他？因為天下這盤棋，我一個人下不過來。袁紹太肥，必須有人從中原咬他。若曹操咬完袁紹，回頭咬長安呢？那就把他的牙敲下來。主公，幽州急信，劉備在公孫瓒營中立住了腳，但袁紹已派人散布流言，說劉備與董氏結義，是董賊暗樁。袁紹終於開始動腦子，要真敢發西涼兵，以前沒人敢管，管了也活不久。那這次能救嗎？不知道，但今天至少有人站出來了。我們投曹操是為有飯吃，不是為給董家賣命。誰讓你們給董家賣命？曹操拿着長安詔書，誰知道是不是董昭的狗？說完了，我拿詔書募兵，
是因為這天下還姓劉，不姓董，也不姓袁，更不姓你們手裡的破刀。那你要我們打誰？誰擋你們活路，打誰；誰搶百姓糧，打誰；誰把你們當流寇，打誰。主公這是借董昭軍纪之法，但換成了自己的话。主公，若他们不服，不服就练到服，练不服就杀到服。愿听主公号令。以前兵来了，先搶锅，如今倒給我們盛粥。头兒，咱們真不搶了？搶來的糧，吃一頓怕3天。現在登記了家眷，發了軍糧，至少知道明早鍋裡還有東西。曹操真能讓咱們活？董昭恢復朝儀，遵天子名義，長安人心稍穩，他倒會裝忠臣。哼，他不是裝，他是知道忠臣這個招牌好用。袁紹如今整合河北，又暫結公孫瓒，下一步恐怕會試探幽州劉備。劉備、董昭北上結義，走得很險。主公認識劉備，未見其人，但能讓董昭親自跑一趟的人不會簡單。若北縣真能遷袁，中原便有喘息之機。傳令，兗州兵不主動犯長安，也不與袁紹合攻。誰問，就說曹操只奉天子詔，不奉袁紹檄。董昭會信？他不會信，但他會用。主公，袁紹使者又至，還帶來密函，說願與主公共分長安。哼，袁紹真把天下當他家飯桌了。夏侯將軍，曹操真會給我們家眷登記？軍令已下，誰敢克扣，我砍誰。以前我們當兵，只知道搶一頓算一頓，以後跟着主公，先學會站直。袁紹願與公孫將軍暫時就院，共討董氏。只是指營中有一人與董昭結義，身份不明，恐為內患。你放什麼屁？被與董昭結義不假。哼，公孫將軍聽見了，他親口承認。但備留幽州不為董昭，是為護百姓，守北縣。袁紹若真為漢室，何必先拿我一個縣中小夫開刀？你與董賊之子稱兄道弟，還敢談漢室？董昭姓董，不代表他所行皆惡；袁紹姓袁，也不代表他所行皆忠。二哥說得好，哈哈哈哈！劉備、劉盈，至於袁紹的信，我會看。將軍莫後悔。哼，幽州的事還輪不到你替我定。這袁紹真陰，打不過大哥就來咬咱們。名聲之爭，比陣前刀槍更難。大哥早料到了，他料到還讓咱們留這兒。我們若是怕被罵，就什麼都做不了。二哥打算如何自證？不自證，救一村百姓，比辯100句更有用。劉備，袁軍小股騎兵夜襲北村，已搶走糧車。走！他們是逼我出錯。關雲、張飛，今晚只救人，不貪功。主公真信劉備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剛才敢把虎符拿出來。若是苦肉計呢？那他演得比袁紹真。亂世裡，我寧可信一個肯護百姓的人一次，也不信袁紹那張漂亮嘴。主公，北村方向起火。袁紹這是逼我夷劉備，也是逼劉備證明自己啊。誰敢報信，殺誰！殺誰！你先問問俺答不答應。老人孩子先走，輕壯推車，別亂。劉備，您不是董家的人嗎？他們說您是董賊暗樁。我是誰？不靠他們說，也不靠我說。今晚你們能活着走出去，就夠了。暗箭傷人，非將者所為。說，誰讓你們來的？放他走。二哥，讓他回去告訴袁紹，北村百姓不是他練兵的草人。
刘備，之前誤会你了。別輕信我，也別輕信袁紹。以後看事看人做了什麼。此事傳開，袁紹會更恨。他恨，說明我們擋住他了。俺就喜歡讓壞人恨。劉備，董昭密信。哈哈哈哈！大哥这話真像大哥。袁紹搶民糧，我們斷軍糧。走，查他的糧道。走吧，二哥。等一下，劉備，這是我娘讓我給你的。留着，你們更需要。我娘說，你們若餓着，就沒人替我們擋兵了。分一半出去，一半給我們，一半留給孩子娘。守百姓，不是讓百姓把命都交出来。二哥，你收個糧都這麼講究，正因講究，百姓才敢信。劉備，你們一定要贏！他真不是董家暗樁，暗樁不會先救你孩子，可他和董昭結義，那便看董昭讓他做什麼。若讓他救人，姓董又如何？若讓他害人，姓劉也沒用。去，將部分乾糧送到劉備軍中。劉備救北村，名聲反掌。袁紹想用董氏結義壓他，暫時失效。這劉備倒有幾分本事。我親自跑一趟，認的兄弟差。主公，袁紹若改為重兵壓幽州，劉備未必擋得住，所以要曹操動。主公想派我去兗州？對，曹操才刺殺過主公，賈詡去他營中太險。曹操若要殺賈詡，就說明他只配當司，不配當梟雄。主公是曹操氣量，也是拿曹操試袁紹的膽。條件為何？3條：第一，1年之內不犯長安；第二，不與袁紹合兵；第三，袁紹若南下，曹操必須在中原養住他。他若不答應，那我就親自去兗州，把他的青州兵打成青州民。主公還有何吩咐？告訴曹操，別在我面前裝忠臣，他是什麼人，清楚。若曹操問主公是否怕養虎為患，老子養的是虎，不是狗。虎要養人才有用。公子真不怕曹操反咬？怕，但怕不代表不做，都得壓着怕往前走。他連曹操都敢信，遲早玩火自焚。等他敗一次，西涼軍就會記起誰才是自己人。那2個蠢貨還沒死心，公子要不要處理？先留着，野狗叫得越響，越能襯得老子像人。董昭越來越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了。他想把西涼舊部換成他的人，那怎麼辦？等攤子越大，破綻越多。等他摔一次，舊部自然知道誰可靠。董昭的人，涼州賈詡奉我主董昭之命求見曹操。呵呵，你主子好膽，前腳放我主，後腳派人來談條件。膽小的人不會放曹操離開長安。你不怕我現在砍了你？夏侯將軍若砍了我，曹操會少一個聽明白董昭想法的機會。將軍痛快，曹操吃虧。夏侯惇，讓他進來。董昭膽子大，你膽子也不小。跟着膽大的人，總要練出些膽。他說什麼？我主說，袁紹不倒，誰都別裝天下共主。1年之內，曹操不犯長安，不與袁紹合兵。袁紹若南下，曹操須在中原牽制。好大的口氣！他董昭憑什麼給我主定規矩？憑他握長安，憑他控天子，憑他10日退袁紹20萬，也憑曹操眼下還需要時間練兵。董昭把話說得這麼難聽，原話更難聽。已經修飾過，先生在中原收兵，長安不會背後捅刀。我憑什麼信他？主公說，先生不必信他，只需信袁紹容不下的。他倒真懂我。荀彧，你真覺得能跟董昭講默契？不是跟董昭講，是跟局勢講。我看他比袁紹還危險。危險不等於言下要除。袁紹勢大，若無長安簽字，中原先受其壓。那將來呢？將來自有將來的道。若將來真要與董昭為敵，我要第一個上。那便先活到將來。董昭要3方鼎立，我若答應，便等於替他擋袁紹。主公不答應，袁紹也會逼您擋，區別只是主動與被動。長安暫不犯兗州，對我們有利。董昭為什麼不親自來？主公說，曹操剛從長安逃出去，再見他怕沒面子。這混賬東西！他還說什麼？主公說，曹操若想趁機吞中原，儘管吞，但別伸手太快。手伸過界，他親自做。他倒敢威脅我！他一直敢。回去告訴董昭，1年之內我不犯長安，不與袁紹合兵。袁紹若南下，我會讓他知道中原不是他河北馬場。先生英明，少來這套！我不是替董昭辦事兒，是替我自己爭時間。主公也料到曹操會這麼說。董昭還料到什麼？他料到先生會問養虎為患，他怕不怕？那他怎麼打？
我主说他養的是虎，不是狗，虎要咬人才有用。哼哼，好一個董昭！曹董果然勾臉，阁下聽夠了嗎？勞煩轉告袁紹，偷聽這種事還是派聰明些的人來。主公故意讓他聽到一半，全聽到就成了證據，聽一半才最折磨袁紹會以為曹董已深度聯手。我要的就是他以為人在疑心裡做決定最容易出錯。董昭會用我，我也會用他的狂名。主公是在借袁紹的疑心，替自己爭兗州的時間。對，董昭狂在明處，我算在暗處。袁紹若看不懂，就該他輸。主公，曹操與董昭已達默契，賈詡侵入曹營，曹操答應1年之內不犯長安，也不與主公合兵。董昭這是要西守長安，終結曹操，北用劉備牽制主公。若任其成事，主公南下必受3面前。曹操小人，嘴上忠漢，背地里與董賊之子議和。眼下不能同時打3方，那就先打最弱的劉備。對，劉備名薄兵少，卻壞我幽州布局，先把他從公孫瓒營中拔掉，再逼公孫瓒低頭，北線一穩，曹操和董昭都要重新掂量。若曹操趁機在中原做大，他做大也得有糧，傳信劉表，讓荊州牽制中原，再給公孫瓒送一封信，說劉備已暗通長安，留之必獲。劉備，袁紹說你拿了董昭虎符，要在幽州起事，他放屁！瓒兄既問備不藏，此符是董昭給我的救命之物，只能用1次。若我真要起事，何必拿出來？備願將此符暫押在兄長案前，若費有異心，兄長可先斬我。收着。袁紹越想離間你我越不能中計。主公，援軍大隊逼近界橋，看來袁紹等不及了，這一仗我願為前驅。三哥，你說二哥為啥把虎符拿出來？那可是大哥給的救命東西。他若藏着，公孫瓒便永遠疑他；拿出來是把自己的命放到別人眼前。俺不喜歡，我也不喜歡。但二哥要走仁義路，這種難處避不開。那咱就替他把難處打碎。劉備，懂事走狗也敢在陣前立旗！你爺爺今天就讓你看看走狗怎麼咬人！張飛，別被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若真忠漢，便棄董昭來袁紹帳下。我忠漢不忠袁，我與董昭結義，是因他能止亂兵護長安。你若真忠漢，就該問袁紹為何搶民糧、挑內鬥。誰在喊二哥走狗？俺把他嘴封上！保護糧草先撤！他不搶功，先護糧道。劉備這是怕我軍後路斷，難怪董昭看得上他。今日你救了我側翼，備只是做該做的事。袁紹不會罷休，他越急，越說明北線有用。讓他來，來多少俺打多少。二哥，援軍糧道在北坡後，若能斷其一處，可緩界橋之壓。先查，不急打。援軍有人說，要今夜繞後燒我軍糧營。關羽、張飛，隨我去糧營。將軍，劉備往糧營去了。他果然重糧道，重百姓，也重傷兵，這是弱點，也是強處。這樣的人，兵願意替他死，但越是如此，越不能讓他成事。將軍要夜襲？不，我要讓他自己走進來。曹操答應了，但他心裡肯定在罵我。主公不在乎，能辦事的人邊罵邊辦也行。袁紹已轉向界橋，欲先除劉備。主公，要不要出兵救援？不，劉備若連劍橋這關都撐不住，我今日救他，明日還要救。兄弟不是抱在懷裡養的。那我們做什麼？河內，袁紹北壓界橋，南面必派小股試探河內，看長安反應。我們若龜縮，他就敢推進；我們若打疼他，他就得分析。主公，讓步去。這次我親自去。主公，殺雞焉用牛刀？你錯了，我要殺的不是雞，是個天下看的刀。董昭竟親自來了。回去告訴袁紹，手別伸太長，伸到河內，老子就從手指頭剁到胳膊。我軍只是借道巡防。借道？哼，
問過我了嗎？你敢開戰？我連你主公20萬都燒過，你問我敢不敢？打！別全殺，留幾個會喘氣的回去傳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主公今日是要把袁绍的臉按進泥裡，也是給曹操看。給曹操看？曹操刚硬默契，若主公显弱，他便会轻视长安。今日河內一戰是告訴曹操，西邊不是空的。你們這些用腦子的，打仗真麻煩。主公每一次出手，都不只是為眼前一仗。那我管眼前，誰敢衝上來，我就讓他沒眼前。董昭，我乃袁绍部将。你是不是誤会了？我今天打的就是你的脸。你们袁家43公门第高，規矩多，老子不一樣。老子講規矩的時候，你們最好聽；老子不講規矩的時候，你們最好帶回去，告訴袁紹，北邊劉備他咬不動，中原曹操他吞不下，西邊我董昭他惹不起，三處火一起燒，他那糧倉夠不夠填？你就不怕三方接底？怕，我怕他們不來。公子今日又放人，杀一個校尉，袁紹只少一條狗，放他回去，袁紹整日睡不好。主公今日河內示威，袁紹必知西線不好碰。那他會不會更狠地打劉備？會。那劉公子他們？劉備是我兄弟，不是我的孩子。我要的是他在風裡站住，不是躲在我披風後面。主公，借橋急報，袁軍夜襲梁營。劉備，別讓我失望。公子把每個人都放在棋盤上，偏自己從不肯下場歇一刻。若有一日棄車反噬，你還能像今日這樣笑嗎？來人，替公子備熱茶。若他等到捷報，嘴上必然不說累。是。還有，把沙盤留着，捷報若不到，他今夜一定不會睡。不對，撤！來都來了，撤什麼？你殺了我吧！我不殺降兵，你回去告訴袁紹，若打我軍營，我接；若再燒百姓糧，我會燒他的。二哥，又放！放！劉備，你這次不只是救糧，是救了我軍心。袁紹想讓我們互疑，只要疑心一起，梁營不燒也亂。你說的對，袁紹這人真煩，正面打不過就玩陰的。他正面也未必打不過，只是不願付代價。長安密信，大哥真神了，和咱想一塊兒去了。關羽、張飛，界橋不是決戰地，袁紹大軍糧道在後，那裡才是他的命門。你要主動出擊，不為取勝，只為讓袁紹疼。劉備，昨夜若不是你，我們梁營就完了。是大家守住的。主公以前總說騎兵無敵，今日才知道，糧道一斷，再快的馬也跑不遠。告訴能動的人休整半日，今晚不睡死，袁紹還會來。怎麼敗的？一個董昭，一個劉備，一個在西邊打我前鋒，一個在北面護公孫帳梁營。曹操那邊呢？曹操按兵不動，但兗州兵馬增得很快。主公，董、曹、劉三處雖未明面合兵，卻已經形成牽制。若繼續強攻界橋，西線河內會被董昭趁機咬住；若轉攻河內，劉備又會在北面攪局。難道讓我坐着看他們長大？可先攻劉備，劉備兵少，名聲未穩，只要把他逼出幽州，公孫瓒失一臂，北線自鬆。派曲義去。先登營。對，劉備會護民，會守糧，那我就用精兵壓他，看他能護到幾時。董昭認他做兄弟，我就先斷董昭一根手指。袁紹邀主公共同討董，還許中原地盤。哼哼，他許得到大方，好像中原已經是他的了。若袁紹先破劉備，北線穩住，下一步便是南壓兗州。主公不可讓他太順。傳令兗州軍向黃河北岸演練，不越界，不交戰，但讓袁紹知道我在看。看，有時候比打更嚇人。袁紹不知道我何時動，就不敢全力打劉備。這正合董昭之意。我知道，主公不惱。哼，惱。但袁紹若吞北方，第一個倒霉的是我。董昭這算盤打得響，我曹操也不是白出力。告訴袁紹，
曹操近日忙着練兵，没空替他擦刀。主公这次是真怒了，董昭、曹操、刘备，哪个都不好啃，所以才先啃最小的。小的若有硬骨头呢？主公要的是快，可越快越容易撞上别人早布好的刀。刘备，袁绍派曲义来了。这阵看着硬。盾后弩强，正面冲会吃亏。白马义从天下精锐，岂会怕不足？公孙瓒兄，不可轻进。刘备，你太谨慎。放弩。关羽辅佐张飞断追风，先救人，别征战。退到土坡后，冲整。我今日轻敌了，胜败常事。援军先登营，擅克骑兵，需换打法。怎么换？俺看那盾阵就来气。盾阵稳，怕乱；弩阵强，怕进，不能硬冲。今夜烧他们弩车，夜袭，小队突入，不恋战，只烧器械，不烧营帐。为什么不烧营？营里有义夫，烧弩车是征来的兵器，烧营是造冤魂。俺听二哥的。刘备会来夜袭，给他留条路，让他进来。在想什么？俺以前觉得打仗就是冲，今天看见那么多马倒下，才知道冲错了，会害死人。知道疼是好事。那大哥呢？他每次都像什么都不怕。大哥不是不怕，他是怕了也不退。那俺也不退。张飞，记住今日兵不是拿来显勇的，是拿来换百姓活路的。俺记住了。二哥，太顺了，是陷阱。退，都进来了，不能白来。关羽，取火；张飞，開路。刘備，你果然來了。你爺爺也來了。關門。二哥，弩陣貼近弩車殘火，不給他們齊射角度。張飛，喊。喊啥？喊大哥教你。趙大哥說了，輸人不輸陣，誰敢堵俺兄弟的路，俺拆他祖墳。放箭！走！刘備，你只會逃嗎？二哥，下次這種陷阱，咱能不能別鑽？能不鑽最好，不能不鑽，就鑽出條路。弩車已毀，明日公孫瓒壓力會輕，但袁紹會更重視我們，讓他重視。俺倒要看看，他能拿多少人來換幾輛破車。他們不會罷休，那便讓他們每追一次，都多疼一次。哈哈哈，這句像大哥說的。好，劉備這次沒給我丟臉。劉公子險些被圍，公子還笑。能從曲義手裡燒弩車回來，就該笑。袁紹北線受阻，曹操在中原陳兵，河內被主公打疼，三方牽制，已成雛形。還不夠，雛形不是割據，割據要讓天下人承認。主公想會盟，六都殘破，諸侯耳目眾多，太危險。危險才有分量。曹操若敢來，說明他有膽；袁紹若敢派人盯，說明他心虛。天下若知道我和曹操在洛陽見面，就會明白袁紹不再是一家獨大。會盟名義呢？既舊都，亦秦王，實則化天下事。對，西董、中曹、北袁，劉備在北線暫不入局，但他是我埋在袁紹肉裡的刺。主公，李據、郭素請求隨行護駕。護駕？他們是想看我死在洛陽。公子，洛陽舊道荒廢多年，沿途驛站多有盜匪，是否提前清路？不用清得太乾淨。主公是想讓曹操看見亂象。對，洛陽破譯盜亂，百姓苦，這些擺在眼前，曹操才會明白。袁紹那套門第威望救不了天下。那公子帶300騎，路上若真遇伏呢？那就讓伏兵也長長見識。300騎不多，夠我裝，也夠我殺。公子要裝，至少把這個帶上。你送的？府庫裡的。那就是你送的。洛陽凶險，末將願率舊部護公子。不用，
公子嫌我等不可信，你终于聪明一次。洛阳之行，我带吕布、徐晃300骑，人多了像示威，人少了像送死，300正好，显得我狂。公子这是拿性命装枪！李傕，你记住，我董昭装枪的时候，通常也能把事办了。你若不服，等我死了再笑。若我没死，回来你给我跪着赢。备马，去洛阳见曹操。公子每次出门都像故意往刀口上走，您就不能少装一点？婵兒，装不是为了好看。乱世里，别人看你狂，就会先琢磨你凭什么狂。琢磨的时候，他的刀就慢了半分。若他不琢磨呢？那我就比他快。主公，曹操来了。三姓家奴，你再说一遍！夏侯惇，吕布，曹操，板子不错，真敢来。你董昭都敢在洛阳等我，我为何不敢来？这里以前是天下中心，现在破成这样，倒适合咱们谈新规矩。旧规矩救不了汉室。袁绍拿门第压人，董卓拿兵吓人，清流拿嘴骂人，都没有。那你有什么用？我有刀，有脑子，还有不要脸的胆兒。倒是实话。坐，今日不論刺客舊賬，論天下。西邊長安我守，中原兗州你守，北邊河北，袁紹守不守得住，看劉備和公孫瓒能咬他幾口。你把天下分得倒快，不是分，是先讓他不爛。你憑什麼認定我會守中原，而不是趁機西進？因為你兵還沒練好，糧還沒囤夠，名聲還沒立穩。你現在打長安，就是替袁紹開路。你說話一直這麼難聽。我若說的好聽，你敢信？那你又憑什麼保證你不東出？我忙，長安北部要整，西部舊部要壓，天子要護，袁紹要打，李傕郭汜還等着我死，暫時沒空收拾你。董昭，繼續。袁紹不打，你我都先別急着翻臉，先把這個北方大石頭磨薄，等它薄了，再看誰要誰。你真把話擺得明明白白。和聰明人說話，藏一半就夠了，藏太多，像袁紹。你真甘心聽董昭號令？他能贏，我為何不聽？若有一日他輸呢？那我替他打回來。你道中，比你們曹營的人少廢物。若以洛陽為界，西不犯東，東不犯西，雙方皆可整軍。袁紹若南下，曹操牽制；袁紹若西進，主公迎擊；袁紹若北壓，劉備、公孫煥拖住。劉備聽你的，他是我二弟，不是我部下。這話有區別。當然，有些人跪着聽令也會背叛，有些人站着走遠，反而不會壞你的大事。你倒看中他，你以後也會看中。你又想知道什麼？主公，此人滿嘴玄機，不可盡信。從沒盡信過他。巧了，我也沒信過你。那便立約不稱盟，不稱臣，指定默契。袁紹未敗之前，曹董不相攻。加一句，天子名義，不可亂用。你握着天子，還怕我亂用？我握着，是為了不讓別人亂用，包括你。可拿我來，這東西比刀麻煩。公子的東西哪件不麻煩？護主，站後面，別聽了。知道。袁紹的人，不然還能是誰？咱們剛分完桌子，他就急着先飯。你還有心情笑？當然，袁紹派刺客來，說明他怕了，留一個活口。我要讓袁紹知道，老子在洛陽和曹操喝茶，他也只能在鄴州砸杯子。賈選先生，主公與董昭這般相處，將來必有一戰。天下英雄相遇，早晚如此。那今日之約能撐多久？撐到袁紹讓他們覺得翻臉不划算。若袁紹敗了，那便是下一條線。曹操，你這身手比我想的差點。你廢話比我想的多得多。主公，別喊，老子還沒脆到讓你抱着跑。
主公有活口。谁派你来的？袁绍想同时杀你我，他不是想杀我，是想杀这场会盟。那便让他知道杀不了。手这么凉，公子身边风大，那就站近点。今日之后，天下会知道你我在洛阳见过，也会知道袁绍派人刺杀。名声这東西，袁绍也用，我们也用一次。可对外如何说？说曹操与我激昂洛阳旧都，预定秦王大局。袁绍派刺客破坏，陷害汉臣。你这是把我也说成汉臣。董昭，袁绍未败之前，我不动长安；袁绍未败之前，我不动兖州。袁绍若败呢？那就看誰命硬了。主公今日与董昭定约，心中可安？不安。为何还定？因为袁绍比董昭更急着吞人，急的人会显露破绽。董昭不急，他急，但他会装。此人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狂，是狂的有章法。将来若与他为敌，不能给他开口压场的机会。曹操真愿与长安暂不相攻？愿不愿不重要，他现在必须愿。董昭与曹操私定大局，是否越过朝廷？我若不去洛阳，你去。朝廷不是摆在店里的牌位，有人要替他挡刀，有人要替他谈条件，有人替他背骂名。诸位若能做到，我坐着听；做不了，就別站着吵。洛陽舊都尚可恢復，眼下不可，先穩長安，再不洛陽。陛下要活着看到舊都重修，就得先讓天下諸侯互相咬住，不讓任何一家獨大。你要朕下诏承認曹操秦王？對，眼下召嘉獎劉備舍幽州兩道，公孫瓒、康延有功。劉備與公子結義，此詔恐惹袁紹不滿。我就是要他不滿。袁紹砸杯子，總比他揮兵打長安好。袁紹得知洛陽事，連夜召沈沛、馮翊，鄴城兵馬調動頻繁。他要開大戰，他要找回面子。面子有時比城池更要命。袁紹這種人最怕別人不把他當天下中心。現在曹操不歸，劉備不退，我還在洛陽擺了他一道。公子不怕他傾力南下？他傾力南下，北線劉備就咬他後腿；他傾力北上，曹操就摸他腰。他打曹操，我就打他肋骨。三方鼎立，成了。只是剛搭台。主公，鄴城密報，袁紹清點10萬兵，目標不明。終於要唱大戲了。陛下，董昭此舉雖強橫，卻讓袁紹、曹操皆不敢輕視朝廷。朝廷，他們輕視的是朕，忌憚的是他。可朕現在還需要這份忌憚，只要諸侯互相牽制，朕便還有一線喘息。董昭以長安壓我，曹操以兖州牽我，劉備以英州擾我，好得很。主公，此時不可同時三線開戰。我不三線開戰，我打劉備。劉備兵少，但背後有公孫瓒，若久攻不下，曹操、董昭必有動作。所以要快，派使再探。若曹操敢動，便從南面壓他。長安方向，李傕，國子不是一直不服董昭嗎？給他們送信。董昭最狂的地方，是以為自己能壓住所有人。我偏要讓他看看，最先捅他的未必是敵人。主公說，二位皆是西涼宿將，豈能久居董昭之下？若二位願舉事，主公願外應。袁紹想借我們的刀，可董昭壓我們也是真的。董昭與曹操會盟，又與劉備結義，早已不把西涼舊部放在眼裡。若動手，呂布是罪犯。呂布只聽董昭，先斷他與外營聯繫。袁紹可助二位散布消息，就說董昭準備削西涼舊部，盡用關東人。好，董昭狂了太久，也該摔一次。找死！主公，我現在就去砍了李傕、郭義。急什麼？蛇剛露頭就砍，太便宜。主公想引他們全動？對，我要知道西涼舊部裡誰是真不服，誰是跟風叫，誰還想吃裡扒外。可若放任，長安軍心會亂。亂一點好，水不攪渾，魚不浮頭。主公拿長安冒險，呂布，你怕？不怕，
那就按我說的做。你明日假裝被派往河内，带走1半亲戚，许晃守宫门，贾诩押朝堂，去救营。主公亲自去？他們不是覺得我靠吕布才狂嗎？我讓他們看看，老子不帶吕布，也能把他們压跪。董昭亲近关东士人，结义刘備，勾連曹操，以忘西涼根本。今日我等只要一個說法。公子來得倒快。你們不是要說法嗎？我來了。吕布呢？怎麼沒吕布你們才敢說話？那我今天偏不带他。李傕，你想烦我，至少把袁绍密室藏好一點，藏得這麼準，我都替你丟人。今日誰想跟他走，站出來，老子給你們一次選邊的機會。兄弟們，董昭要清洗舊部，先下手為強。真要反，董昭可刚打退援军，李将軍說他要換掉咱們，可董昭發的饷沒少過咱們1文，搶百姓過日子，我不想再回這條路了。哼，就這？董昭要杀進西涼舊部，不反也是死。我殺進舊部，酸枣之戰，誰帶你們立功？長安整軍，誰給你們發足饷？河內示威，誰讓袁紹不敢小看西涼？你勾連曹操、劉備，我用曹操牽袁紹，用劉備卡幽州，用長安壓天下，你管這叫勾連？你腦子裡除了搶糧和爭權，還裝過別的嗎？徐晃，末將在。你早有準備，不然呢？等你這個货色把刀架我脖子上，我再判你。今日只誅首惡，受袁紹密信者，自己站出來，我給你們留命。在藏，滿門軍籍除名，發邊地屯田，永不錄用。董昭，我打了10幾年仗，見慣了搶糧殺人。你要是真能讓弟兄們以後憑軍功吃飯，不靠欺負百姓活，我服。我們不是非要反，只是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有活路。活路不是別人賞的，是拿軍績和戰功換的。從今天起，舊部重新編策，欠饷補齊，搶民舊賬到此為止。再犯，我不問資歷，只問刀快不快。主公，2人如何處置？李傕、郭汜童言亂句，削職下獄，凡仇知情不報，降3級，發本書。舊部忠從者，按罪輕重，編入屯田營。不斬李郭，現在斬。西涼舊部心裡還有火，先關着，讓他們親眼看着老子把局做大。主公，曹操已收青州兵，兗州軍城。主公，劉備夜襲援軍糧道，權益被迫後撤30里。主公，袁紹怒發10萬兵，兵鋒未定，肆欲再壓界橋。公子，袁紹這次是真的急了。急才好，不急，戲怎麼往下唱？主公，不請戰，末將亦請戰。西董中草北袁之勢，天下已經看見。下一步，袁紹必傾力破局。不管怎樣，我都會跟隨公子左右。哼，三國鼎立，只是老子給天下搭的台，真正的戲現在才剛開場。